2018年的最后一天，肖老师跟着剧组在山里跨年，王一博则在为晚上的跨年晚会进行紧张的彩排。两个人连电话都只能急匆匆讲2句就挂断，实在太忙。这没什么，他想，两个人都要工作。他作为一个非常成熟、沉稳、善解人意又通情达理的哥哥，绝对不会对此有意见、闹脾气，那太不专业了，不符合他的气质。快12点的时候，狗仔仔发了信息：战哥，快到我了，今天有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。王一博作为湖南台编制内员工，自然要上台表演。肖老师回复了一个加油的表情，提前洗好了澡，T 恤也搓干净晾起来了。肖老师坐在沙发上，拆开一包乐事薯片，心情甚好地盯着电视，等待。没一会儿，果然听到主持人喊了少年的名字，台下尖叫声此起彼伏，粉丝们高高举起的大大小小的灯牌在黑暗中亮得晃眼。肖老师不由微笑起来，带着小小的骄傲。他心里这颗发着光的星星啊，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并且喜欢了。早晚有一天，这颗星星会变成浩瀚夜空中最璀璨、最闪耀的那一颗。你们等着看好了。灯光暗下来，跳跃的音乐响起，少年背对镜头从舞台下方缓缓上升。开始他只是配合着音乐节奏微微晃动身体，然而在某一个音符蹦出之后，少年的身体突然有力地舒展开来。几秒钟的功夫，整个舞台仿佛已经尽在他掌控之中，而他整个人散发出的魅力和光芒，让他身边所有的伴舞都只能黯然失色。肖老师看得着迷，手里拿着薯片迟迟忘记塞进嘴里，直到歌曲的第1小节结束，舞台上出现了短暂的寂静，紧绷的心弦才略微松了一松。然而也不过是一瞬而已，镜头突然左移，舞台的另一处出现了一位身材姣好的红衣女生。肖老师不由呆住，双人舞。1个月之前，王一博就告诉他让跨年晚会跳舞，当时少年还兴致勃勃地提议，要不我向导演推荐你吧，咱们可以一起跳。他跳舞不太行，也不是不能跳，只是习惯用脑子记编舞，和少年那种形体和肌肉自带舞蹈记忆的完全不能比。万一哪个动作没记熟，影响狗仔仔表演就不好了。毕竟跨年晚会不是一般的综艺节目，所以他婉拒了。王一博也没有再说什么，他一直以为少年这次表演的是独舞，原来在自己这里碰了壁，就去找别人了，还是位长相甜美、腰细腿长的漂亮妹妹。歌曲的后半段，两个人虽然动作上配合不多，但始终贴身站立。俊男美女在动感热辣的音乐中贴身热舞，给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刺激。现场的尖叫声几乎盖过音乐，又穿透电视屏幕，蛮横地钻进他耳朵里。好吵！肖老师把电视声音调小了一点。此时整首歌也几乎结束了，他刚要把薯片放进嘴里，却又看见少年跳回舞台中央，向女生伸出手，将对方一把拉到自己面前，轻轻抬起对方小巧的下巴，眼神和目光在镜头特写下显得玩味而深邃，仿佛魅惑。然后两个人纵身一跃，同时跳下舞台，干脆利落地消失在镜头前。音乐同时戛然而止，全场安静了1秒钟，紧接着爆发出声倍惊人的尖叫和掌声。太吵了，肖老师忍无可忍，把电视静音了，终于可以安心吃薯片。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袋子敞开太久，好像有点受潮，怎么一点都不好吃了，过期了。
肖老师仔细瞅了瞅生产日期，2周前才出厂。算了算了，把薯片扔在一边，开始刷微博。粉丝疯了啊！我女儿美爆了，最后一个捏下巴的动作啊！我没有了，谁在造谣我仔仔喜欢男人？老子反手一个煤气罐！睁开你们的卡姿兰大眼睛看看，这特么才叫 CP 感！他俩明年就要合作综艺了。CP 坑我先跳为敬。肖老师把手机也扔了，怎么回事？空调温度太高了，怎么竟然觉得闷？他把空调关了，打开一点点窗户，12月底的寒风立刻无孔不入地钻进来，脸上仿佛顷刻间贴上了冰层，冻得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他赶紧又把窗户关上了，一时间不知道到底是热还是冷，只觉得烦躁。狗仔仔的电话很快就来了，战哥，我敬佩的战哥，你看我的表演了吗？没看，他很快地说，我在外面。少年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失望。我顿了顿，又问，你在外面做什么？跨年啊。他绷着脸，冷冷道，你不陪我跨年，我总不能一个人跨年吧？你生气了？狗仔仔有点莫名，却也只能小心翼翼地说，可是我很早就跟你说过今天要。谁生气了？战哥是这么不成熟的人吗？肖老师正色道，你什么时候回去？明天上午。少年很快补充道，其实我本来打算今天连夜赶回去的，但是公司突然说要聚餐，因为我们公司好几个艺人都来湖南台这边了。刚刚和我一起跳舞的就是，她是我师妹。是谁说王一博话少的？肖老师只觉得胸闷气短，不客气地嘲讽道，看到了，很漂亮啊，天使面孔魔鬼身材。啧，连夜赶回去做什么？你俩好好吃饭吧。不是我俩吃，还有别。少年突然停下来，战哥，你不是没看我节目吗？他一怔，见鬼！狗仔仔已经反应过来，声音里浮起笑意，战哥，吃醋了我？肖老师只是咬牙切齿。王一博电话那边笑得像是进了养鹅场，末了却又很认真地解释道，不是我找他的，是公司安排的。话多，他说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快跟妹妹吃饭去吧，战哥要熄灯睡觉了。少年笑道，你不是在外面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战哥，成熟的战哥，一个人看完我节目吃醋生闷气呢，是不是？肖老师气得把电话给掐了，太烦人了，这个狗仔仔。等到2个人终于能在北京家中团聚，已经是半个月之后的事了。肖老师晚上才到，发现家里窗明几净，连地板都是亮的，不由感到震惊。你打扫的？王一博实话实说，地板是我拖的，但窗户是我找人来擦的。有这个意识已经值得表扬了。不过肖老师很好奇，怎么突然想起来搞卫生？我很爱干净的好不好？狗仔仔不满地说道，而且新年了，家里要打扫干净才会有好运气。居然把这么小女生的说法放在心上。肖老师瞥了自家狗仔仔一眼，你师妹告诉你的？王一博无奈又好笑，关他什么事？肖老师呵呵笑了2声，网上说你俩双剑合璧天下无敌，1支舞就跳出圈了，太火爆了。王老师。少年笑得十分灿烂，战哥，我喜欢看你吃醋。醋你个头！恼羞成怒的肖老师开始人身攻击，你懂什么？小屁孩！原本一脸笑意的狗仔仔听到最后3个字，突然表情一滞，顷刻间已经把他推倒在床上，欺身压了上去。少年眼中骇人的光，脸上有无法压抑的焦躁，声音里则是令他心跳加速的威胁。肖战，
一个人三番四次无视警告，会有什么下场？急速涌上头顶的血液让他无法正常思考。什么？少年的目光聚焦在他的唇上，沉声说了2个字：惩罚。肖老师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。什么？惩罚？然后就被他的狗崽崽用实际行动告知了答案。肖老师觉得累极了，浑身每一根骨头、每一块肌肉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，但是又很舒服，因为有双手臂牢牢圈着他，让他整个人都很暖和，所以他睡得很沉，完全没有做梦，直到感受到有湿热的触感落在后颈，好痒。他不自觉地动了动，想躲开，却很快被一只大手重新捞了回去。不情愿地睁开眼，扫了一眼床头的闹钟，9点半，今天没有工作，可以放心睡。肖老师甚至没力气回头，重新闭上眼睛，拍了拍腰间的那双手。狗崽崽别闹，再睡会。没有闹，灼热的气息喷在他耳边，那种湿湿热热的触感却并没有消失。有人在吻他的后颈，密密的，柔柔的。战歌，声音有一点哑，仿佛细小的珠子落在玻璃盘中，激起清脆的战栗。我饿，他还是闭着眼。厨房有面包，冰箱里有牛奶，我不想吃那些，不会要我做给你吧？是人吗？王一博。战歌3点才睡觉。少年的唇滑到了他肩胛骨上，我又没说要吃饭，我又没说要吃饭。圈在腰间的手突然换了位置，急得肖老师倒抽一口凉气，骤然睁大双眼。他知道答案了，但是怎么办？真的好困，一点力气也没有，太烦人了，这个狗崽崽。现在送人还来不来得及？